大家好，天堂紀念版昨天4月22號更新火龍窟版本，不知道大家昨天在火龍窟過得怎麼樣？有沒有打到灰燼跟火龍鱗呢？在昨天的影片中有提到，火龍窟的小怪除了烈焰獸之外，似乎沒有什麼好東西。但我發現我漏看了龍銀的掉落物品啊，龍銀也是會掉住武住房的，這邊跟大家說聲抱歉。接着來跟大家聊聊地獄犬伺服器開放的時候，到底排隊亂象有多誇張？原本以為可能只會跟之前一樣，大概3000、5000，不然就是7000的數字在排隊，結果沒想到這次居然破萬了，有10726，還有10980，甚至昨天直播的時候，聊天室觀眾還說排隊排到了16000、17000的人數。沒想到這些數字真的快突破天際了。但是韓服的新伺服器呢，也不遑多讓啊！糟了，是世界奇觀。沒錯，19780人，將近2萬人啊！如果沒錯，韓服同上人數應該是1萬左右。所以除了已經在遊戲中的1萬人，還有2萬人在排隊啊！大家常說台服的工作室很多，看來韓服那邊的工作室也是不遑多讓。這排隊的數字裡面到底有多少是活人？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啊。大排隊時代的重現，到底是誰的問題呢？接下來就要來討論一下黃金羽毛活動了。昨天我有做一個推測啊，就是後來我去看了韓服玩家的分析，發現大家的看法其實差不多。官方為什麼出這個黃金羽毛活動呢？這可能是官方一個設計好的工作室經濟圈。官方肯定察覺到近期遊戲內的幣值一直在掉，工作室的收益減少，賬號數量肯定也會跟着減少。工作室一少，官方最直接的營收包月費就會縮水，所以官方推出這個破格的黃金羽毛活動。對課長來說，這個活動他們可以獲得變卷飾品瑪納魔杖；對工作室來說，他們有的是大量的賬號。它讓黃金羽毛變成一種掛網就能產出的資源，只要你有網咖 buff， 你掛在安全區就能生羽毛。這導致一個現象，可能課長會開始去找工作室合作，購買人頭賬號掛網服務。課長付錢給工作室，工作室不用特別去搶怪，也不用去打怪，可以避免被玩家檢舉或殺掉的風險。他們只要安安穩穩的在村莊裡面開着10幾個賬號，在那邊生羽毛。生出來的羽毛去換箱子，開出來的東西，不管是變卷還是飾品，甚至是瑪納魔杖，全部都可以轉交給課長。官方賺到工作室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個賬號的包月費跟沙漏錢，工作室穩定賺取課長的服務費，而且沒有被打跟斷線的風險。課長用錢買到那些飾品裝備，官方一個活動創造出3贏的局面。但被犧牲的就是那些努力玩遊戲的正常玩家。韓服論壇文章作者說得非常的直白，他說現在有些工作室更高級了，他們會跟韓國當地的連鎖網咖合作，直接租借網咖的 IP 位置。因為如果你是從官方合作的網咖 IP 進行連線，你的賬號直接自帶網咖 buff， 連沙漏的錢都省了。作者說他可以理解官方想要營收，想要維持工作室來撐數據，但他發覺這次黃金羽毛太過分了，甚至比開服那個時候羽毛換卷軸還要過分啊！現在每個人頭賬號每天3種箱子，各換2個，總共可以換6個箱子。如果一個工作室有20個賬號，一天就是120個箱子，這120個箱子開出來的東西全部都是可以交易的。官方可能覺得之前的藥水禮包賺得不夠多不夠快，現在乾脆直接利用網咖福利來收割營收。但努力在遊戲裡手動練等養成角色，看着這些掛網領羽毛的人輕鬆拿神裝，讓作者覺得自己像個白痴一樣。底下留言區的韓國網友說，恩熙大哥對工作室真的是無限包容，無限給福利。還有人直接勸退作者說，早點退坑吧，這個遊戲現在是為了工作室跟外掛而存在的。我也會把這篇文章的網址放在說明欄跟留言處。據我所知啊，現在已經有課長去接洽工作室談合作掛羽毛了。有興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瞧瞧這篇文章。最後呢，就是最新公告，今天4月23號下午1點，官方正式解除角色創建限制啦。結合剛才說到的黃金羽毛活動，現在官方又把創角開放，代表剛才說的那個課長找人頭、工作室開賬號的掛羽毛模式，如果假設成真，
那些原本已經飽和的伺服器，現在可能又會湧入大量的賬號，為了生產羽毛。地獄犬伺服器排隊1萬2萬人，可能都只是小菜一碟。接下來我們可能又要進入大排隊時代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對於黃金羽毛有什麼看法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我操！大咖，我都還沒看清楚，看就倒了。